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的12月28日，星期天啊。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和大家要聊一聊，从我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就是大部分的人炒股会亏钱啊？那么我相信呢，就是大家看完这期视频呢，对大家一定会有很多的收益啊，因为我脑子里面也思考了很久，这个把我从我最初接触到股票然后我记忆当中比较深刻的几件事情也非常有代表性的呢，我要告诉大家那么首先呢，就是大家能看到一个数据，对吧？说这个90%或者95%或者说更多的一个数字这些人呢炒股呢都是亏损的。那么具体什么原因呢？其实很多投资大师都说过，对吧？比如说像那个查理芒格比如说像沃伦巴菲特或者说那个杰西利弗莫，对吧？大家都说过就是各种各样的一种人的失败，从什么心态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嘛。那么由于呢，就是时代的不一样，背景的不一样因为他们可能像我现在才40多岁，像巴菲特什么都90多岁了，对吧？那么这些人他们处在这个时代，其实靠我们脑子去想这个东西呢是很遥远的还有呢就是语言文化包括那个就是日常生活的习惯，对吧？看事情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有时候呢，虽然就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也看那些名人他们的一些内容，但是呢好像总是有一点一知半解就不是吸收的特别的多，对吧？那么我呢，就是从我自己身上我发现的一些东西呢，我觉得结合他们的讲的一些东西呢，就混合在一起我就很多道理呢，直到我今天我就觉得好像懂了那么我呢，就把我这些我认为很宝贵的东西我就无私的分享给大家首先呢，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初中那个时候呢，就我母亲呢就给了我一个存折还有一个银行卡，然后呢，她告诉我呢，就是一个股票的代码。当时我记得手机还是不能操作的我记得是用电脑，就是你要把那个代码输到电脑里面去，你可以看到这个股票有多少。那么他告诉我呢，他买了一个股票这个股票呢就当时只有2元多人民币，但这个股票呢，它是8元多买的就是亏了很多了。然后呢，那个里面呢，当时有几千块人民币就是这个余额的这个账户。那么我当时呢就看了3天看了3天呢，我就把这个账户呢这个钱就给卖掉了。卖掉以后呢，我就去取款机把钱拿出来，然后去买吃的买喝的，完了就花掉了。那么我当时想呢，就是不是我当时想，就我现在想呢，我就回想起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呢我母亲应该是想培养我就是说看看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金融方面的天赋，对吧？或者说看看先给你培养点什么理财知识之类的但是呢，他只是把这个东西，就是把这个账户给我了，他没有教我任何的东西也不像我现在比如说录个视频，比如说我母亲给我录个视频，跟我讲一堆东西，那我也能学到一点东西，对吧？当时对于一个初中生的人来讲，那我也不是天才，对吧？就人还是要有在环境，要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情，才能慢慢的学习到嘛，是吧？所以呢这个是很正常的那么很多人呢，其实也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小的故事一样，就是他不是主动的认真的想去炒股想去投资，他呢就是想赚钱。就是说他要不是闲着，要不是空着，要不是想赚钱或者说他不是主动式的，而是被动式的，他接触到了这个股票。就像比如说我们去那个拉斯维加斯，对吧？或者说那个去澳门我们去玩，然后呢碰到一个赌场，我们跑进去想去碰个运气玩一下赢了蛮好的，门口买点吃的喝的，输了那我们就走了，就知道赌博这个东西不能碰，下次我们要远离，对吧？就有点像这样的，就是说他不是主动式的想去经营一个什么事情，他就是碰碰运气那么这种呢，我认为是占很大的一部分基数就是
很多人试过一次啊，觉得算了，好可怕啊，这个钱看都没看到，花都没花过，在那个数字动来动去的啊，钱就没有了，对吧？那么这种是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人。第二种呢，就是我在之前有一集节目啊，我录了一期叫做我是怎么选股票的啊，这个里面呢我讲过啊。那么有些人呢，他是很想投资的啊，他也想就是靠这个东西呢来盈利啊，来获得回报，或者说呢就是比如说他也看了很多啊，什么经济著作啊，什么技术啊，或者说听了很多演讲啊，对吧？但是呢，他真正的呢，他去交易的时候，就他去投资股票的时候呢，他获得的比如说要买这个股票，买那个股票啊，他的这个渠道里面，就比如说像什么从网上突然看到了比如说有一个人，比如说我有人就在我的那个视频下面问我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股票我买了回去可以赚到钱，或者说你去一个什么其他的股票软件里面会有很多这种股票下面会有很多这种留言嘛，对吧？有人在讨论就跟以前是那种就是交易厅就是很多人站在里面讨论，或者说什么专门有很多炒股的人聚在一起的咖啡厅餐厅这种，大家会交流那么现在呢，就是互联网，对吧？什么论坛什么这种大家去交流那么他呢自己也不了解这个股票，不了解这个公司，他只是比如说听到这个人说，或者说这个人可能很厉害，这在业内比较有名或者说那个人说，对吧？那么他就去投资了投资了以后呢，那么这个股票如果一开始就很赚钱，那么他可能很高兴他就给他卖掉了，盈利了，对吧？那如果这个股票没有像他想的那样的方向发展，是亏钱了，然后呢，这个股票他自己又不了解，这是听来的，这个时候呢，在他心里面就会产生了巨大的恐惧那么他想，哎呀，算了，我就快点把这个股票给卖掉吧，因为到底怎么样我不了解，对吗？那卖掉以后，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怎么我一卖，这股票又涨起来了我真是愚蠢那么确实这样的行为是很愚蠢的那么在这里呢，我要举例子举给大家听。那么这种事情呢，我的记忆当中是发生过一次的比如说在哪一年，具体哪个时间我忘记了但是我就说这个股票的名字，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股票呢叫做瑞幸咖啡瑞幸咖啡。那么瑞幸咖啡这只股票呢，也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当时呢，就最低的时候呢，它被跌到只有大概低于$1是0点几美元。然后呢，很多人他投资了这个瑞幸咖啡以后，一看这个股票跌到就是低于$1，那么大家都恐慌了大家都害怕了，觉得哎呀，就这股票不要，公司也不存在了，就破产了嘛，对吧？正常的思维肯定是这样想的。那么很多呢，他其实是美国的投资者，因为他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嘛。那么他对这个瑞幸咖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他是不了解的，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人他没有去过中国，对吗？那么他听到的是什么他听到的，比如说瑞幸，比如说他在上市的时候，他说我要做中国的星巴克因为星巴克 Starbucks 这个在美国或者在全球都很火，大家都知道，对吧？那么他说我要做中国的星巴克，或者说美国或者说那个中国有多少人，比如说14亿人，咖啡市场是个空白的，有多少人没喝过咖啡那么未来只要养成习惯，就有多少人会买多少咖啡，对吧？就他听到的就是这种宣传式的东西，就跟我们其实在论坛里面看到，或者是那个什么分析师给你分析一大堆理论就一个道理。然后呢，真正的当这个新闻出来了，说什么瑞幸什么财务造假或者什么问题了，那么这个公司是否面临就是要破产要倒闭了，那么这些散户们也都害怕了，对吧？那么他们就大量的抛售最终导致这个股价呢就低于了$1那么今天就我们看得到，就是瑞幸股票呢现在是$30多那么星巴克他把这个他的在中国的业务呢
它全都卖掉了，卖给另外一家公司啊。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讲呢，我认为啊，就是瑞幸这个业务呢，它是挑战了星巴克，并且呢，最终它战胜了星巴克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什么？就是他对这个股票他不了解，因为其实像我今天啊，就以我现在的比如说想法跟分析的能力，那么我是能够判断出来的，对吧？首先就是你要看啊，就是这个瑞幸，它这个咖啡啊，它的口味怎么样啊？那么事实上啊，这口味不怎么样，就很一般啊。说实在的，但是呢，你对一个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喝过咖啡的一个国家的人，他不太了解，就是说很好的咖啡跟一般的咖啡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对吧？就像你现在我对红酒不了解，或雪茄我也不懂，你给我抽一根一般的雪茄或一个好一点的雪茄，我也不明白有很大的区别在哪，对吧？那么星巴克啊，这个咖啡它的口味怎么样呢？啊，说实在的，其实也很一般啊，也很一般。这也是为什么在欧洲啊，就星巴克就很难把业务做起来啊，因为欧洲他们这边什么意大利啊什么，他们更注重的就是比较原汁原味的咖啡，对吧？他不会喝那些像饮料一样的那种。星巴克的咖啡在欧洲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像饮料一样的咖啡啊，并且卖的那么贵，对吧？那么像星巴克，它一杯咖啡的定价啊，在中国那时候是要卖到30多人民币吧，反正就差不多4元到5元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就是它有小杯、中杯、大杯啊。那么瑞幸呢，它一开始全是互联网式的，它是免费给你送给你喝，你拿个券就去喝，拿个券就去喝，对吧？那么咖啡的口味上呢，我认为两者差距不是很大啊。然后呢，这个瑞幸呢，就是它让什么比如说低收入者啊，比如说你是个这个保安呐，或者说你是就是扫地的阿姨啊，对吧？搞清洁的啊，就反正说最基础的，要是在收入就最基础的人员，他不敢去星巴克点一杯这个4美元、5美元的咖啡，对吧？虽然那个星巴克啊，它是一个看起来啊装修啊什么，它是一个很好的有环境的，对吧？那么在一个呢，就是两个东西呢，口味其实啊差距不是特别大，因为星巴克也不是说我给你全是什么最好的那种咖啡豆啊什么做出来的，对吧？尽管它后面有啊，它有些这种产品，但是它不是就是说大量的啊，就普遍的是运用这样的咖啡豆，所以两个口味呢差也差不多啊，再加上呢大家也都不懂，但是价钱可差太远了啊，价钱一个几乎就是只有几元啊，一个就是要几十元，对吧？就差不多一个只有0点几美金啊，一个是四五元美金啊。那么喝的人很多，就是他也并不在意，就是说什么口味啊，什么东西，他只是觉得啊，我喝了一杯咖啡，对吧？啊，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就中国人啊，那么。我了解就是中国的这个咖啡的，比如说市场啊，或者说中国的，或者说我作为中国人顾客，我看在眼里面，对吧？很多人去喝咖啡是个什么样具体的一个情况，这个我是知道的，对吧？但你很多美国投资者他不知道啊，那么所以呢，就是他不了解啊，他对这个东西不了解。但是如果说今天如果他买的不是什么瑞幸咖啡，他买的是个星巴克咖啡的股票。他慌不慌？他可能就不慌了，对吧？他可能看法又是不一样了啊，他就不会造成那样的一种抛售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啊，你选股的时候，就是你对一件事情，你对这个东西到底了不了解，对吧？那么瑞幸呢，其实啊，创始者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一堆，可以说是最早的吧，就中国的什么互联网精英啊，或者说啊，它采用的模式也是的，对吧？就是什么。免费圈地啊，就是它是用互联网咖啡的打法啊，然后呢，做这个咖啡这个产品，对吧？那么再加上啊，这个现在的就是经济的这种风向，对吧？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像星巴克，我觉得现在它在中国的业务它就撑不住了啊，它就出售了啊。
那么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例子啊。那么我呢也不会去买这个瑞幸咖啡的股票，对吧？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跌到$1以下，那我敢不敢买啊？我不敢买。那为什么呢？啊，那我也要讲一讲。就是说我虽然了解啊，就这个公司可能不会倒闭啊，就对中国的这个咖啡的市场，对吧？就我觉得这个公司啊，它是有竞争力的，或者它打法也是有竞争力的。但是我对美国的这种股票的规章制度我不了解呀，是吧？就我不是专业的什么，就是金融人士，我对这个制度啊，就是它，我只知道这个股票存在的这个纳斯达克上面的时候，它怎么样？它退了以后，它要去到什么粉单市场，或者说它做假账最后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大的结果？这个东西我没有一个十拿九稳的很确定的一个结果啊。我看到了舆论宣传，比如说都说这公司要倒闭了，要破产了，你的股票会一毛都不值，对吧？就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这样的一种东西，而我又不是这方面的资深的人士啊，那所以呢，就是我是也不敢去买的。那么哪种人能够赚到钱在这件事情上啊？我觉得就是持有瑞幸股份的，就是又是这家公司的人，因为这家公司的人他到底在美国他上市，他了解这个情况，就是他肯定是公司有什么审计啊，什么反正法律啊、顾问啊，对吧？他花大量的钱去研究这个事情的，那么他知道这个结果，他也知道他这个公司到底会不会倒闭，对吧？所以就是说，在信息面上，那么他是绝对占优势的啊，那么他就能够赚到这个钱啊。但是我们就是你两边，你不了解这件事情，再加上你对这个制度也不是完全的了解，那么你就赚不到这个钱。我不知道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啊。第二个呢，就是也有一个中国的投资人啊，那这个人是谁不重要，对吧？反正呢，他号称是中国的巴菲特。那么他有一个传奇的事情呢，也是的，就网易一个公司，那么在有一年也是股价低于$1，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就把这个所有的钱呢，全去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然后呢，这个网易的股价呢就翻了20倍，反正他就赚了20倍吧，就这个意思啊。那么他就以投资著名号称就是中国的巴菲特。其实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啊。就如果你是在一个美国的投资者，或者你在加拿大，或者你在什么欧洲，你在别的地方，你根本就不了解这个网易这个公司怎么样，你也是只是就我们最多看到的就像一个什么白皮书一样，对吧？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是个什么公司，它做什么业务的，未来有哪些可能回报会怎么样？看到一个什么财报，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去买这个股票的啊。但是呢，就当你真正的，就你在那个地方，比如说这个人，他跟这个网易他们都是属于中国的广东省的什么深圳吧，大概是，反正就在一个地方呢，可能就是一个圈子里面，可能大家也比较了解，对吧？那么对于这种模式或者说做游戏的模式，或者这个互联网公司的这种模式呢，它还是比较就是他有把握这家公司是不会倒闭的所以呢，他就在这个股价被错误的低估的时候他就进去购买了，那么最终呢，他就获得了回报，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散户买股票还是的，就一定要在一个处于你认知，就是你自己认知的一个层面，对吧？比如说我觉得Uber 这个功能很好我用它就是打 taxi， 对吧？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用我觉得这个公司我看好的，那我就会去买它的股票，或者说我觉得那个叫什么奈飞我觉得看视频很好，对吧？然后我看到身边很多人也在订，或者我觉得苹果的手机、电脑很好，我认为它未来还是会有很大的成就，对吧？就是说你要买这些你自己认知里面理解得了的东西那么就是当股价产生了波动那么你就能够第一是你能坚定信心，对吧？第二你知道，比如说你现在说苹果公司要倒闭
我是不相信苹果公司会倒闭的啊，就是我也拿得起，我愿意花这个时间。但是你现在如果跟我说，一个什么英伟达的什么亲儿子啊，他搞了一个什么算力啊，未来这个东西又变成了什么人工智能 AI 要什么东西啊，不是说这个东西你不能买，是我不懂，对吧？那如果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比如说他是什么人工智能的设计师啊，什么东西，就是说像我前面举到的瑞幸咖啡这个东西，就是他在这个他的认知领域里面，对吧？他又了解这个咖啡市场，他又知道这个股票的规则，那么他就可以去买，他就可以赚这个钱，对吧？所以这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啊，就在买股的时候，因为买股你买进去以后啊，其实已经决定了你的未来的命运了啊，未来的命运了。那么第三点啊，我们前面说了一个买，对吧？然后再说一个卖的问题。卖的问题呢，就是很多人啊，他觉得，我一买进去，它就开始跌啊，然后我补仓，我又分摊成本啊，对吧？等到我要就是想卖掉了，它一直就是平的，或者就它不动了，它就不涨了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最后可能拿了几个月啊，然后放了1年2年啊，也没赚到钱，或者说稍微赚一点点钱啊，我就把它给卖掉了，对吧？那么这个呢，我呢就想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啊，就我现在做这个油管的视频，对吧？我做这个，比如说股票的内容啊，现在每次播放，比如说只有几百次啊。像我过去，比如说我做一个，比如说什么移民的生活啊，或者说做一个什么移民的政策啊，就有几万次或者几千次的一个播放，是吧？那么做这个股票啊，我是做这个内容，我是拿成绩说话的啊。比如说我盈利啊，30多天啊，我获得了48%的回报，对吧？那这个成绩拿出来啊，好不好？对吧？就像你买了一个公司一样，就像你买了一个公司的股票，你觉得这公司我分析下来，这公司很好呀，这公司没什么问题啊，它也是赚钱的公司啊，然后也没有什么负面的东西，对吧？它为什么这股价就不涨呢？啊，就像我现在做这个视频，那为什么就是我的视频啊，我觉得我讲的也有理有据啊，然后我的这个投资回报也有数字来支撑啊。但是他为什么看的人就没有那么多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啊，那我先讲讲我现在的心态啊，就如果说我能够持续10年啊，就比如说我如果持续10年，就是我的这个视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收益啊，比如说我每年都赚50%，或者说赚100%啊，我连续10年。对吧？那么我相信10年以后啊，那么我的这个视频它会有很高的播放量，对吧？因为你现在可能1个月啊，你做得好，人家觉得你是运气好啊，包括我自己，对吧？我也没把握说明年我还能就是立刻又能获得这样的一个回报啊，因为投资这个东西没人知道，对吧？但是如果稳定的能够10年，或者说20年。那么会不会有很好的这个播放量呢？对吧？这个我是有信心的啊。那么你买这个公司的股票，你买入了一只股票，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它什么时候能不能涨起来，其实跟这个东西本身的好坏也没有完全的吻合啊。但是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就如果这个公司它真的是一个好的公司，对吧？它不是说只是炒作的啊，一下子炒作出来的那种公司。那么过了10年或者是几年，对吧？10年其实我说的有点夸张嘛，对吧？我们就说可能过了几年啊，它的股价还是会就是展现它应有的价值，因为它的公司如果一直赚钱，一直赚钱，一直扩张，那你想压也压不住呀，对吧？比如说我现在我的这个账户啊。我现在是$7000啊，那么我比如说赚了50%，那如果说我到后面变成$700万，那你说这个视频的价值它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说就是
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在评估一个股票，你在评估一个投资的时候啊，你要考虑的是，你是不是要先把这件事情给做好啊？就是你炒股票，你不要，就是你也不要把它说成就是像炒股票，对吧？你要把它理解为是种投资，你要先把这件事情给做好啊。就像我做这个视频内容，我不是说我要想啊怎么样花哨的去想一些什么夸张的东西来吸引眼球什么，因为这个没用的，就是你最后你靠的就是你的业绩来支撑，对吧？啊，就是你肯定想办法，就是说你怎么样获得更高的回报，哪怕啊，就是我啊什么灯光布满啊，然后买最好的什么摄影设备，对吧？再请2个美女来跟我一起讲，但是如果我亏的本金都没有了，那还有人谁会看你的这个投资视频呢？对不对？所以最主要道理就这个道理。如果我能像巴菲特一样啊，连续30年多少多少的回报，一直这样，最后成为了比如说投资大亨，那哪怕你是拿个手机录的，照样有很多人看，是吧？所以我说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你投资公司也是的，就你投资的时候，你一定要基础就是你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就是说找一个就是好的公司啊，它是能够持续产生好的业绩的未来的。如果你一开始你的方向，对吧？就你一开始你方向就选择了，我今天就要投机一把。比如说我前面说到的一个什么英伟达的亲儿子，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这样的一个什么公司，然后我就想今天在这个热门，就是这个非常火热的这样的一个上面，我也去挤进去，就像前面很多人啊在那边排队啊，在这个店很火，我也想排在后面看看有没有捞到一点什么好处，对吧？你是以这种心态的，那么你一开始你的方式就错了啊，你的方向就错了，那么你未来啊，我觉得就是说总会碰到问题，总会碰到这个失败的，好吧？那么今天呢，我就先讲这个3点啊，也是从我自身经历啊来总结的啊。那么大家有什么想法呢？也可以给我留言。